今日主打一個 Q&A 啦，八字嗰啲精確度，可唔可以睇到一生嗰啲細節？我就係睇到嗰個女命主係邊一日裏邊係邊個時間係國脈添。哇！如何驅散小人？有啲命盤真係特別招惹是非嘅喎，咁但係有啲命盤咧，喂我都唔出聲唔講嘢，但係都有小人。咁你2025咧個三是非星咧就喺個西北位，西北位咧就可以擺一擺。我係一個小白，跟住師傅學八字要幾耐先可以學識？玄學天分好的話咧，跟我學八字，大概已經學識嘅。可能而家開始學過年嗰陣已經開始幫屋企人計㗎啦。將坊間其他唔應該要知道同埋係唔準嘅資料過濾晒啦，將最準嘅資料咧教識你哋。大家好啊！我係振鴻師傅，嚟緊8月15號禮拜五，將會喺我嘅頻道裏邊開 live。大家每個月最緊張、最關心嘅運程走勢，我會喺直播裏邊咧同大家講清講楚。嗱，直播期間我都會特登送出免費問事名額㗎，名額就有限㗎啦。嗱，想報名啊，即刻添加呢個 WhatsApp 啦。想知道下個月點樣行運行到足，點樣去避開啲阻滯，把握呢個黃金機會，8月15號約定你。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咁我哋師傅特別寵粉嘅，收集咗大家好多嘅問題啦。如果大家有啲咩需要諮詢師傅嘅咧，都可以添加我哋 WhatsApp 號碼或者同我哋留言都 OK 噶。咁啊，今日我哋主打一個 Q&A 啦。Q&A 係咯。問題咧，我哋已經喺手機。會唔會好難答㗎？唔會。好刁鑽嗰啲我答唔到喎。唔緊要。咁第一個問題啦，都幾專業嘅。佢話，佢想知道咧八字嘅呢個精確度咧有幾高啦？大概就係可唔可以睇到一生嗰啲細節，比如話邊一年結婚啦，邊一年離婚啦，邊一年去生仔，然後係仔定係女，八字可唔可以睇得咁精細咧？呢啲已經好基本嚟啦，係結婚生仔啊、離婚啊，或者甚至轉工啊，呢啲好基本、好基本啊。係如果可以再細緻睇到咧，哇！發生咩事？嗰件事咧幾時發生？發生嘅過程都睇到。所以我成日都講話，譬如睇八字咧，如果基本上我睇見你發生嗰件事，但唔知道過程的話咧，冇乜用。你記唔記得我10幾年前參加八字比賽冠軍啊？我就係睇到嗰個女命主係邊一日裏邊係邊個時間係國脈添，咁啊攞冠軍。所以八字裏邊咧，其實可以好精緻、好同埋好精細去睇到個準程度。所以八字係可以做到好細緻嘅。咁第二個問題咧就稍為有少少刁鑽啦，有幾刁鑽就係問鄭師傅幾多歲啦？咁我都50幾㗎啦，都5張幾㗎啦，係啦。咁個樣都好後生喎，係咯。係啊，睇唔出。睇唔出啊，睇起身似20幾。唔好呃啲粉絲啊！你睇下我哋 YouTube 嗰個封面嗰張圖，哇，好18，啱成年。封面嗰張圖唔好信啊！呢個先係真實。係啊，啱成年。係啊，啱成年。大你少少啦，大你少少啦。啱成年，從業經驗有50年。咁啊，呢個問題都幾刁鑽喎。佢問振鴻師傅結咗婚未？有幾個細路仔？呢個唔算刁鑽，50幾都未結婚咁啊，就好刁鑽啦。可能知命用命，所以唔結婚。知命用命唔結婚，嗰啲人唔識改命啫。係啊。咁啊結咗婚㗎啦，咁都有2個仔㗎啦，咁啊。哦，咁第3個問題咧就係個仔幾多歲啦？有2個仔，細個都20歲㗎啦，大個20幾歲啦嚇。反推振鴻師傅幾時結婚？你算一算，咦？你係咪嗰年結婚啊？係，好嘢。咁仲有一個問題咧，係想問師傅有冇想過通過參加通靈之王儀之後，會帶嚟啲咩名人效果？嗱，名人效果真係冇諗過，亦都冇諗過出名，真係冇諗過。嗱，當初我參加通靈之王儀嘅時間咧，其實之前我都做咗10年8年㗎啦。其實我都有知名度同埋係都有啲名氣㗎啦。即係我屬於係某某瑜伽嘅陽風水師傅啦，係客都好多。但參加通靈之王儀係我覺得我自己想挑戰下我自己能力，同埋同其他唔同派別嘅師傅比較，都係因為我睇咗通靈之王1。而係塔羅牌贏冠軍，我覺得咩話？塔羅牌贏冠軍，我哋東方竟然輸俾西方，係咯，東方咁多師傅都輸咗俾塔羅牌，冇可能嘅，我覺得一定要去試下。係啦，如果有通靈之王儀，我一定會參加，係啊，咁啊，所以真係通靈之王儀出咗之後咧，咁啊
TVB 揾我啦，咁我話我報名參加。算命風水師傅嚟講咧，我算係叫做勇於挑戰嘅，係因為好多做開生意嗰啲嚇，都會參加㗎嘛。所以我唔係諗住名氣啊，我唔係諗住名氣，即係想挑戰其他嘅師傅，同埋係想比較，想試一試自己嘅實力去到邊個程度，係啊。之前係喺呢個可能灣區比較有知名度啦，而家係打出咗國際，連馬來西亞都有 fans。馬來西亞係東南亞啫，係啊，打出國際咧係美國、澳洲、加拿大、英國、德國。哦，師傅嘅意思係除咗馬來西亞，仲有全世界各個國家嘅人。係啊，而家其實多咗好多啊，美國、英國啊、德國啊，係澳洲多咗好多客都揾我係。之前信塔羅嗰啲都要過嚟信八字。塔羅有塔羅嘅場次，一碗水端平。係啊。仲有一個問題係如何去看待同埋把握呢個九紫離火運呢？嗱，九紫離火運咧，即係等於好似 AI 咁啊。AI 令到好多行業會改變轉變。人其實嚟講，去到個某時某刻，其實嚟講順住環境嚟講咧，都要求變嘅。如果你唔變的話咧，就好容易俾個時代跟唔上啊。所以九紫離火運係啦，九紫離火運有轉變啦，係啦，玄學啊、心靈啊、科技發展啊、火嘅行業，即使係醫藥啊，對於九紫離火運嚟緊呢20年咧係特別興旺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把握或者甚至乎順應呢個九運嚟講咧，喺呢個行業裏邊嘅發展嘅。咁如果大家想知具體點樣去順應、點樣去改變咧，你哋可以 search 翻我哋頻道嘅。我哋之前有一期咧係專門講九紫離火運嘅，講到更加詳細。咁啊，我哋繼續追問師傅，好啊。問呢條問題咧就比較個人少少啦，就係話家中如果有人嘈交咧，點樣化解？家中嘈交當然睇翻兩個人嘅八字啦，會唔會有種衝突啊、互克嘅情況？如果兩個八字嘅五行物會有種互克同埋互衝嘅情況之下咧，咁就要化解啦。咁擺翻去通關之物，擺啲乜嘢啊？擺如果佢個通關之係木嘅，咁啊擺到啲植物咯。四支水種富貴竹。係啦，如果佢裏邊嘅通關之物水嘅，咁啊水下啲魚缸啊，養下魚啊，咁啊都得嘅嚇。好，咁我哋跟住下一個問題啦。下一個問題咧就係呢個都幾大呢個問題。話如何發揮一個人最大嘅運勢？嗱，都係睇八字。我成日都講你個八字裏邊咧，個八粒字裏邊嘅最好最有優點。如果優點係強的話，你做翻好嘅事業同埋行業咯。如果你話做唔啱個行業嘅五行的話咧，你會有種格格不入。格格不入點啊？即係懷才不遇咯。其實世間上好多人係入錯行，入咗行之後咧，做極唔開心，升唔到職，人工唔高，咁呢啲係咪懷才不遇咯？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多多少少揾一個準嘅八字師傅去算一算命，知道你個命盤嘅優點喺邊度，你就喺嗰個優點同埋行業裏邊去發揮，咁先至會容易發揮得好，同埋嗰種事半功倍。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如何去催呢個財運呢？今年個偏財位咧就係正南位啊！我建議大家喺2025年嘅正南位裏邊咧擺個發財樹咁令到呢個剩翻呢個下半年嘅時間咧就更加之發財，快啲增加個財運啦嚇！咁記得喺個正南位擺個偏財位，偏財位個發財樹。下一個問題就係如何驅散小人？推一樣嘢就係睇個小人裏邊咧，睇翻自己命盤先啦。你個命盤係咪容易招惹小人先？有啲命盤真係特別招惹是非嘅喎。咁但係有啲命盤咧，喂我都唔出聲唔講嘢，但係都有小人。好啦，好。今年2025咧個三碧是非星咧就喺個篤西北位。好啦，西北位咧就可以擺一把鐵間尺。哇！鐵間尺係啊，間尺咧喂有規有矩啊嘛，所以變咗你話揾個筆筒，用一把鐵間尺喺你嗰張台裏邊嘅西北位，咁就可以鎮壓小人噶啦。OK，我一陣就去買。我放多幾把添，一把夠。咁接落嚟呢個問題咧就比較貼近我哋嘅諗法啦。就比如話我係一個小白或者麻瓜，跟住師傅學八字要幾耐先可以學識？嗱，睇下佢有冇玄學天分啦。有啲八字咧，玄學天分好的話咧，特別強咧，一講咧佢就明噶咯。如果有玄學天分嘅八字嘅人去跟我學八字，大概半年至1年咧已經學識噶啦。哇！如果真係完全係小白係冇玄學天分的話咧，俾心機跟我學的話咧，1年都可以嘅。1年已經可以好熟練咁樣掌握呢個技巧噶啦。知道我個理論同埋我教嘅方法將坊間其他唔應該要知道同
埋係唔準嘅資料的話咧，排除咗。咁我將過濾咗啦，過濾晒啦，將最準嘅資料咧教識你哋，同埋理論咧，你將啲理論去實踐的話咧，好快就學識睇八字嘅。咁啊，大家就唔好等咯。而家開始就可以好快學識㗎啦。咁啊，大家心動不如行動啦。係啊，最快半年，最遲1年。咁啊，可能而家開始學，下年啱開波都可以自己。係啊，你過年嗰陣已經開始可以幫屋企人計㗎啦。添加我哋嘅 WhatsApp 啦。咁接落嚟嘅問題都比較專業喎。十神是否只會影響自己嘅命盤，與其他人無關？梗係會影響其他人啦，因為個十神就係你自己嘅心性同行為啊嘛。你自己點做同埋點樣去發揮，就係你個十神啊嘛。你個十神就會影響別人，因為想鬧你行得好急好快，咁你會撞親人咯。其他人跟同你節奏咯。或者你個傷官，哇做嘢傷官啦，哇好有破壞性啊，同埋好有開創性，大家都未 get 到你意思，咁就會即係大家格格不入啦。咁所以變啦，十神係你個心性行為做咗啲嘢出嚟咧。對方隔離嗰啲嘢咧就好難未必會跟到你，亦都會影響咗個人際關係。哦，明白啦，冇。OK， 好，下一個問題咧，好啊，呢個問題都同我係好有貼近嘅，係八字身弱要如何擔財咧？八字身弱即係代表咗佢個食神啦、財財啊、官煞特別多啦，咁即使比肩同埋劫財少啦，咁啊想擔財，梗係增加自己嘅乜嘢啊 ？muscle 啦，屬性或者係我哋嘅印星。係啦，咁啊唔係印星啊，係同屬性啊，即係同五行啊，即係增加個自己嘅比肩同五行。如果你個甲木嘅係比肩同五行，咪就加多啲木咯，着多啲綠色嘅衫啊，咁啊帶多啲木嘅五行物啊，咁會令到個五行嗰個木嘅增加，即是代表你個比肩同埋劫財增加，咁啊你咪可以攞多啲錢咯。即係你要着多啲黃色衫，同埋啲土色衫。係啊，你冇人着。如果你話哇好多財，但你好少啊，你納都納得多啦。係嗱，增加多啲比肩。好啊，咁我繼續問啦。如果屋企咧我擺咗好多水晶咧，係嘛，會唔會影響自己啲風水磁場咧？呢個咧，我去睇家居風水嘅時候咧，好多客咧會將水晶咧擺喺自己張床附近。咁呢間房裏邊咧就會好多水晶嘅磁場啊。係。咁會影響啲咩？睡眠質素啦，影響個思維啦，甚至會影響夫妻關係嘅。因為好似兩方磁場喺度打交咁咯。係啊，因為你太過雜亂同埋太多嘛，因為有唔同嘅磁場影響，加上你個大腦神經裏邊咧俾啲磁場影響的話咧，咪瞓覺唔好咯，好似你周圍放咗好多磁鐵咁佢就會全部黐埋一齊，就啪一聲就變成一團亂啦。睡房係一個平和嘅地方，因為睡房屬陰嘅，因為要舒舒服服，你要瞓覺啊嘛，最好就瞓到8個鐘頭，所以變咗唔好擺咁多有磁場嘅嘢，所以你變咗有咁多水晶擺主人房嘅，我一般嚟講叫個客嚟講，將啲水晶擺喺廳出邊。如果你個廳都冇位嘅，擺個廳櫃入邊收埋佢算數。擺喺個廳度，係啦，係收埋佢，又或者係。遮住佢，係啦，抌咗佢，賣俾有需要嘅，轉手，係嗱，Bobo啊，唔得，嗱，Bobo唔捨得嘅。下一個問題，睇嚟呢個有啲巧口喎，佢係有基礎嘅，係食神制煞啊，咁啊大家都聽過，仲有咩可以制煞，等個日主更容易生財咧？嗱，本身食神制煞咧都唔係生財，係啦，係咪生財？食神制煞代表咗喺個社交娛樂同埋朋友個活躍程度多咗啫，佢又唔會生財嚇。所以如果個粉絲咧想問咧，係想點樣生財的話咧，如果七煞多或者官煞比較多的話咧，係一定要多啲比肩，或者有啲印分擔一下，因為個印咧會令到個煞咧會有種通關作用，通關咗之後個煞可以用，嚇咁啊，所以變得可以生財咯。所以變咗解釋翻食神制煞唔係有生財作用。頭先師傅講到比肩都有個專有名詞，叫生殺兩停。哇，好專業啊，聽唔明啊！接落嚟嘅問題咧，就有啲似心理嘅一啲問題啦。咁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嘅性格係我嘅絆腳石，就好似我咁啦。我知道我把口係比較容易傷人嘅，咁我應該點樣去改變咧？然之後我係相信性格咧係可以改命嘅。係啊，我成日都講性格決定命運，改變性格就改變命運。所以大家咧要睇翻自己嘅八字，
先揾一個準嘅算命師傅，了解翻自己嘅八字嘅缺點，因為事關自己由細到大都係咁生活，同埋咁樣講嘢，同埋咁樣做嘢嘅模式，覺得冇問題。可能自己唔覺，係啊，即係覺得自己講嘢咧，可能直接啲啊，傷人啲咯。佢覺得冇問題，我講事實。但係其實嚟講咧，側邊嘅人同埋朋友或者家人聽嘅上嚟好硬，係好傷。所以變得咧，我建議大家咧揾一個準嘅算命師傅睇睇佢自己八字嘅優點同埋你自己缺點。但好似我咁，我知道自己嘅缺點咧係把口，咁我就將佢用喺其他地方，比如話做振鴻師傅節目嘅主持，或者鬧嗰啲忍得到嘅人。咁啊，所以變咗將缺點的話，譬如假設你講説話咧太過有尖鋭性，同埋係啲倔的話咧，講少兩句咯。可以去做鋭評師啊。係啊，同埋你即係要講嘅之前諗一諗咯。任何性格都可以改變嘅，但唔係改晒100%，你講到70%已經very good 㗎啦。所以咪改變咗啲㗎，你個命運亦都可以改變咗。好，咁我哋跟住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就哇，好深，好長喎。振鴻師傅你好，我想問咩八字向往自由？單身反而係開心嘅，因為佢屋企咧得個女仔。唔結婚嘅女仔咧，係咪容易俾人恰啊？唔結婚嘅女仔一定係自由啦，我又唔見得佢會俾人恰啦。除非佢知八字裏邊咧會有官煞混雜啦，咁官煞混雜的話咧，好容易遇上好嘅男仔啦。咁啊，有啲咩字嘅八字咧會令到佢向往自由咧？一個五字啦，五字即係馬咧愛自由，捉唔住，所以變得個五字咧令到啲女仔男女的話咧都向往自由，唔想受到束縛嘅。所以呢個女仔咧就愛自由啦，但係唔代表佢會唔結婚就會俾人蝦咯。咁嗰啲比5日柱啲靚女就好難溝到同結婚嘅。係啊，頂嗰啲係又靚又嘢又自由。係啊，所以變得你要順服佢啦。你要順服嘢嘛。比如話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啦，好多女仔都唔想結婚嘅，都唔想生仔啦。呢啲選擇咧，佢問到話，之前睇過一段文字，如果唔結婚嘅女仔咧，容易俾人講閒話。想問下你知唔知道古代啲書籍有冇啲咁嘅講法？古代書籍一定冇啲咁講法。咁亦都古代書籍裏邊咧，亦都好多單身嘅女仔嘅，亦都好多係一啲單身嘅女仔住埋一齊嘅。係啊，所以其實嚟講，而家又好或者古代又好，都唔會有閒話嚇。古代冇呢啲事。即係做自己最舒服嘅選擇咯，係咯。咁亦都呢個年代或者以前年代好難揾對象噶嘛。古代嚟講都有元宵嘛，係咪？啲女仔單身嘅女仔都係攞啲市集度揾下有冇對象啊嘛。所以古代又好，現代又都係難揾對象嘅，加上揾合適嘅對象，仲難啊，難上加難。係啦。但係我覺得晚婚或者係唔結婚嘅都唔使焦慮，可以睇下我哋之前嗰一條晚婚女命嘅視頻，係啦，可以幫到你化解你心中嘅疑慮咯。好嘅，咁啊，最後一個問題，怎樣知道自己嘅命嚟幫自己規劃人生？人能改命嗎？我覺得係可以嘅。喂，呢個最緊要咧就係揾振鴻師傅啦。係啦，振鴻師傅咧就幫你算八字，就規劃人生。係啦，幫你規劃呢個人生啊！答案喺邊咧？答案就藏喺呢度。WhatsApp 係啦，將你條人生嘅拉到成一條好明顯嘅、好清晰嘅規劃，咁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喺咩時候做咩啦。係啦，我最中意幫人睇八字咧，規劃改變佢嘅命運，因為事關咧有啲好多人咧，即係人生裏邊咧行得好多波折，好棘，所以變得咧點樣行得暢順啲，同埋個運行得好啲，令到個事業啊、收入啊、家庭都會美滿咗。我最想就係幫人，所以變咗我就從事呢個行業啦。所以如果有需要嘅觀眾朋友咧，可以添加我哋嘅 WhatsApp 㗎，係啦。咁我哋本期嘅振鴻師傅 Q&A 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仲有咩其他問題啦，無論係行嘢啦，或者係私人嘢咧，都可以去我哋後台或者喺 WhatsApp 度同我哋聯繫嘅。咁我哋都可能會出節目同大家去播放，去解答大家疑惑。咁啊，記得大家持續 follow 翻我哋 channel 啦。下期再見啦，拜拜。